今天我们来聊聊眼睛里一个暗藏的危机，高达80%的视网膜病变都和同一个元凶有关。这个元凶就是导致飞蚊症、视网膜裂孔与剥离的神秘原因。在开始之前，试想一个情境，某天清晨，你睁开眼睛，突然发现眼前仿佛有黑色的小蚊子在飞舞，你眨了眨眼，再揉揉眼睛，小黑影依然挥之不去。到了夜晚，你关灯准备睡觉时，眼角又闪过一道亮光，如同黑暗中突然划过的闪电，但窗外并没有打雷，闪电这道光竟是从你眼睛里冒出来的。如果你也曾经有过这种经验，你可能遇上了我们今天的主角。千万别小看这些飞舞的黑影和莫名的闪光，因为超过 80% 的视网膜问题都是由它引发的。它到底是什么？我们的眼睛里究竟隐藏着怎样的机关？今天就让我们深入揭开这个谜团。首先，我们得认识一下眼球内部的一位重要角色——玻璃体。玻璃体是一种透明凝胶状物质，填充在我们的眼球内部，占据着眼睛的大片空间。年轻时候，玻璃体就像清澈的果冻，紧贴着视网膜。视网膜是眼球后壁的一层感光组织，是我们看见世界的关键。玻璃体的成分非常特别， 99% 是水，仅有 1% 是固体物质，主要是胶原蛋白纤维和透明质酸形成的网络。透明质酸就像海绵一样吸附水分，使玻璃体保持膨胀的凝胶态。正因为有这个凝胶，年轻健康的眼球内部是充实而稳定的，视网膜也被柔和地支撑贴附在眼壁上。然而，随着年龄增长，这团清澈的凝胶开始发生变化，就像果冻放久了会出水融化一样，玻璃体内的透明质酸网络逐渐老化解体，原本锁住的水分释放出来，玻璃体开始液化。当玻璃体慢慢从啫喱状变得越来越稀薄时，里面的胶原蛋白纤维也跟着松散折断，聚集成一束束微小的纤维团块，漂浮在液化的玻璃体中。这些纤维团和其他残留的细胞碎片并非完全透明，光线进入眼睛时，它们会在视网膜上投下小小的阴影，于是我们眼前就会出现一些飘来飘去的黑点或丝状影子。没错，这就是人们常说的飞蚊症。飞蚊症这个名字取得十分形象，那些黑影宛如蚊虫在眼前飞舞。其实早在古代，人们就注意到了这种现象，中医还给它取了个诗意的名字，叫做云雾移经，仿佛有云雾在眼中飘移一样。很多人第一次发现飞蚊时，还以为是空气中的灰尘或小虫，甚至会伸手去拨弄，但怎么也抓不到，因为它们其实在眼球里面。当你转动眼球，想仔细看清它时，它也跟着一起移动，好像存心和你捉迷藏一般。其实飞蚊症并不是真的幻觉，而是实实在在发生在眼内的内视现象。小黑影是存在于玻璃体中的混浊物投射在视网膜上的影像。通常在光线明亮或看白色墙壁、蓝天等浅色背景时，我们更容易看到这些讨厌的小蚊子，因为在纯净明亮的背景下，对比之下，那些微小阴影特别明显。有趣的是，我们的眼睛其实一直都有很多看不见的结构在视野中，比如眼睛自身的微血管就盘踞在视网膜前方，但平时我们却感觉不到它们的存在。这是因为大脑具有一种神经适应能力，对于那些固定不变的影像，我们的大脑会自动忽略，就像你感觉不到自己的鼻子一样，虽然它始终在你视线范围内。然而，玻璃体中的那些浮游物是不安分的，它们会随着眼球转动而飘来飘去，不断变换位置，于是打破了大脑对固定影像的隐形机制，让我们不得不注意到它们的存在。这也是为什么飞蚊在眼前移动时，我们总能看见。可当我们试图死死盯着某一只飞蚊时，它反而逃之夭夭，因为眼球一动，浮游物也跟着动，又跑到我们视线的边缘去了。大多数的飞蚊症其实是良性的，随着岁月累积，几乎每个人在30岁以后，多多少少都会出现一些飞蚊，它们常年存在，但不会恶化，也不影响视力。许多人刚发现眼前有小黑影飞舞时，会焦虑不安，但如果经过一段时间，发现那些黑影没有明显增加或变化，位置也固定在差不多的区域，而且两只眼睛都有类似的现象，那通常属于生理性飞蚊症，对生活没有大碍。对于这类情况，
眼科医生常常会建议观察追踪就好，因为只要排除危险因素，飞蚊症更多的是一种烦人的小状况，我们的大脑也会逐渐适应它们，时间长了，甚至自动忽略掉部分干扰，许多飘来飘去的小黑影，最后我们习以为常，就像习惯了鼻子在视线中的存在一样，不再刻意去感觉它们。但是，重大的但是，有些情况下的飞蚊症其实是一个警讯，是视网膜发出求救信号的前兆。我们刚刚说过，良性的飞蚊通常是慢慢产生，变化不大，且对视力无影响的。然而，如果某一天飞蚊突然明显增加，仿佛原本几只小蚊子一夜之间变成了黑影，大军在眼前乱飞，或者出现了原本没有的闪光感，就像有人在你眼角持续开关闪光灯那样的亮光，又或者觉得视野某个角落好像被什么遮住一样，看东西有一块区域变暗发黑，这些都是危险的信号。此时极可能是视网膜出了裂孔，甚至开始脱落。为什么飞蚊症会和视网膜裂孔扯上关系呢？让我们把镜头转回玻璃体，继续剖析这位幕后元凶的动作。随着玻璃体日益液化，终于有一天，它再也填不满整个眼球的空间了。就像原本贴合杯壁的一层果冻缩小后，中间出现了水样的空隙。当玻璃体收缩到一定程度时，它与视网膜紧密相连的关系就开始变得松动，特别是眼睛后棘部、视神经乳头周围和周边部、锯齿缘附近，原本玻璃体是紧贴在视网膜上的，现在因为体积变小，凝胶结构坍塌，玻璃体和视网膜之间开始分离，这就是所谓的玻璃体后脱离。简单说，玻璃体和视网膜这对老伙伴携手多年之后，终于要分手了。玻璃体从眼底脱离的过程其实相当惊险。试想一下，本来玻璃体就粘在视网膜表面，现在它一点点往前缩，像撕胶带一样从视网膜上剥离下来。在这个撕扯过程中，玻璃体可能会不断牵拉到视网膜，视网膜上布满了感光神经，突然受到玻璃体的机械刺激，眼睛就会产生假信号，大脑以为有光进入，因此你会看到莫名其妙的闪光。很多人在玻璃体开始脱离的时候，都报告过在黑暗中见到短暂的闪光，好似眼角有闪电划过，这正是视网膜在被牵拉时的反应。我们把这种现象称作光视症。所以如果一段时间内频繁出现闪光感，那往往意味着玻璃体正在施力拉扯视网膜，是一个值得警惕的征兆。大多数情况下，玻璃体脱离虽然惊险，最后却能和平分手。也就是说，玻璃体慢慢的整片从视网膜表面脱开，跑到了前面靠近晶状体的位置，而视网膜本身安然无恙。这时候病人会突然觉得飞蚊增多了，而且常常能看到一个特别大又圆的半透明环形飞蚊在视野中飘来飘去，就像一枚橡皮圈在眼睛里晃荡。这个巨大的环状黑影是什么呢？原来当玻璃体完全从视神经盘周围剥离时，会形成一块圆环状的浓密混浊物，漂浮在玻璃体腔中。医学上给它取了一个名字，叫魏斯环，也有人俗称它为飞蚊王。这其实就是玻璃体后脱离的签名档案。他告诉医生，玻璃体已经整圈从视神经那剥离下来了。魏斯环本身无害，但由于它体积较大，密度较高，患者常常能清楚地看见它的存在，而且有时即使在闭眼情况下，例如明亮环境下闭目，也可能隐约感受到它的阴影。不过好消息是，随着时间推移，这个大环状飞蚊往往会逐渐移向眼球下方或边缘，不再那么干扰视线。如果玻璃体就此成功脱离而没有闯下祸事，那么最终结果可能只是你平白多了几只顽固的蚊子朋友，要跟着你共度余生了。问题是，在部分不幸的案例中，玻璃体和视网膜并非和平分手。当玻璃体牢牢粘附在视网膜上的某些点太过顽固，撕扯之下，脆弱的视网膜竟被硬生生撕裂了。这就像撕胶带时用力太猛，连同胶带下的一层墙纸都给扯下来了一块。视网膜上出现了一个裂孔或撕口，麻烦可就大了。视网膜本身其实由多层细胞构成，我们可以简单把它分为两层，
内侧的视网膜神经层，也就是感光细胞和神经组成的部分，和外侧的视网膜色素上皮层，在这两层之间，天生就存在着一层极薄的潜在空隙，好比贴墙的壁纸和墙面之间，其实有一层薄薄的胶水和空气。一旦胶水失效，壁纸就能整片掀起。视网膜与脉络膜供应视网膜营养的血管层之间，先天就不像紧密焊死那样牢固，而是比较脆弱的连接。一旦视网膜出现裂孔，事情就有了可乘之机。眼球内的液体可以通过裂孔钻到视网膜神经层的底下，灌进那层潜在空隙中，就像墙纸下跑进了水或气泡一样，内外两层开始分离，结果整层视网膜神经层会逐渐脱离开色素上皮层而鼓起来，这就是视网膜剥离、视网膜脱落。当视网膜脱离发生时，后果是十分严重的，因为一旦脱离，原本贴附的感光细胞层就离开了供养它的营养来源，脉络膜的血液离开越久，那部分视网膜细胞死亡的越多，功能丧失也就不可逆转。简而言之，视网膜就像墙上的壁纸，一旦大片翘起脱落，不但墙纸上的图案对应视觉功能消失，那脱落的壁纸本身也会干涸变形，再也贴不回原位。如果不及时处理，脱落的视网膜最终将导致那一只眼睛永久失明。听起来很可怕，对吧？更可怕的是，视网膜剥离在早期的症状可能不容易被察觉，所幸大多数撕裂造成的视网膜剥离在发生前都会给我们一些警告信号，也就是前面提到的飞蚊、激增和闪光感。让我们再回顾一下典型情景。假如某天你一只眼睛突然出现大量飞蚊，还伴随视野边缘的闪光，此时很可能就是玻璃体正在撕扯视网膜，甚至已经扯破了一个小口子。随后不久，你可能会发现视野的某一个角落开始出现固定的黑影，仿佛有块小窗帘挡住了那一角的视野，而且无论你转眼球，那黑影都跟着固定在那个方位，这通常说明视网膜已经部分脱离，那块黑影就是脱落的视网膜所遮蔽的区域。如果不幸脱离的范围扩大，影响到中央的黄斑部，掌管我们精细视力的区域，那么视力会突然大幅下降，眼前景物变得扭曲或看不清中心。有些人可能在这时才惊觉问题的严重，但也有更危险的情况。如果裂孔刚好就在黄斑区，那一开始中心视力就受影响，患者可能没有经历明显的飞蚊或边缘暗影阶段，就突然感到看不清正中央了，从而错过了早期信号。因此，无论如何，只要出现单眼突然的大量飞蚊、闪光或视野缺损变暗，都应该立刻就医检查，不可拖延，宁可虚惊一场，也不要错过黄金治疗时机。如果眼科医生怀疑视网膜有裂孔或剥离，通常会给予散瞳后的详细眼底检查，包括使用三面镜仔细观察周边视网膜。一旦找到视网膜裂孔，而视网膜尚未大面积脱离时，治疗上还算幸运。我们可以把这个裂孔想象成轮胎上的一个小破洞，趁轮胎还没泄气，视网膜尚未大片脱落前，迅速补洞就能防患于未然。眼科医生通常会采取雷射光凝的方式，利用极光在裂孔周围的视网膜点射一圈微细的灼伤。灼伤听起来可怕，其实这种雷射光凝就像在视网膜上烧出一圈小疤痕，这些疤痕就像钉书钉一样，把视网膜的破洞边缘钉牢在下面的组织上，从而阻止液体再从此处钻到视网膜底下。封住裂孔后，通常就可以避免视网膜进一步剥离了。这种门诊下就能进行的雷射治疗可谓既快速又有效，像是在墙纸小气泡周围压上一圈强力胶带，把起翘范围控制住。在视网膜裂孔尚未引发剥离时及时处理，预后是相当好的。但是如果你没有及时发现，让视网膜已经出现了明显的脱离，那么治疗就复杂得多，需要进行手术才能挽救视力。视网膜剥离的手术治疗主要有3种途径，原理都是设法重新贴合视网膜并封闭裂孔。其一是在眼球外部做文章，称为巩膜扣压术；其二是在眼球内部想办法，称为玻璃体切除术。还有一种介于两者之间，用特殊物质顶住视网膜复位，称为气体填充术。别看名字拗口，
让我们用比较通俗的描述来理解这3种方法。巩膜扣压术，这是最传统的方法，医生会在眼球外面贴上一圈背带，实际操作中是把硅胶海绵条缝在巩膜眼球外壁上，从外部对眼球施加压力，往内顶住眼球壁，等于是把眼球压凹一块，让原本裂孔处的眼壁鼓起，部分贴向脱落的视网膜。这样一来，视网膜内外又重新紧密接触，同时裂孔边缘也获得了支撑，通常会再配合冷冻治疗或雷射，把裂孔彻底封死。想象一下，这像是在球的外面绑上一根绳子，并收紧球壁内侧的裂缝，因此被压住贴合。经过一段时间，裂孔周围愈合粘牢，视网膜也就复位了。气体填充术这个方法有点巧妙，也有点奇特。医生会在局部麻醉下用注射器往眼球内注入一个气泡，一般是特殊的惰性气体，可以在眼内维持一段时间。气泡注入后会浮在眼球内部最高处，如果患者的裂孔位置合适，医生会要求患者手术后保持特定的头部姿势，让气泡正好漂浮到裂孔的位置，并紧紧顶住它。比如裂孔在眼底后上方，那患者可能需要日夜保持脸朝下趴着，才能让气泡跑到眼球顶部去贴住裂孔。气泡的上浮力就像一个内部贴的气垫，把视网膜按回原位。同时，医生同样会用雷射或冷冻来封闭裂孔，一旦裂孔愈合，气泡也会慢慢自行吸收消失。这种办法省去了外科缝补，只是病人必须很听话地维持头位，好多天甚至几周，期间吃饭睡觉都得小心姿势。但好处是不用开刀进入眼球，风险相对较小。玻璃体切除术，如果玻璃范围大或伴随复杂的情况，比如眼内有增生组织缠绕，或者前2种方法失败，就需要上最高级的手段。医生会在手术室对患者全麻或局麻，与眼球巩膜开几个微小切口，深入精细的仪器，把混浊缩液的玻璃体整个切析出来，相当于把眼内已经变质的果冻汤全部移除，连带清理出任何牵拉视网膜的纤维组织，然后再把视网膜抚平复位后，往眼内注入透明的生理盐水、气体甚至硅油来填充眼球，代替玻璃体支撑眼内结构。术中同样会封闭裂孔，硅油如果填充一段时间稳定后，还需要再做手术将硅油取出。玻璃体切除术相对复杂，但对于严重的情形往往是不可或缺的救星。听起来很繁琐，对吗？别忘了，直到约100多年前，视网膜剥离还是一种不可治愈的绝症。在没有以上这些高科技手段的年代，得了网膜脱离几乎就宣判了一只眼睛的失明。早期的眼科医生面对这种病也束手无策，只能让病人长期卧床，试图靠重力让网膜自行贴回或者乱用药物，但成功率微乎其微。转捩点出现在20世纪初期，有一位瑞士眼科医师名叫朱尔高南，他通过无数临床观察和大胆尝试，在1920年左右提出了一个震惊当时医学界的见解：视网膜裂孔才是引发网膜脱离的罪魁祸首。在此之前，不少人以为网膜脱落是发炎渗出造成的，找不到头绪。高南医生进一步发明了针对裂孔的治疗方法，用烧灼的方法把裂孔边缘粘住。他将自己的病人作为实验对象，用特殊探针在眼球外对应裂孔处进行热灼，称为热穿通法。结果竟然成功让多粒网膜脱离的患者重新恢复了部分视力，人类首次战胜了网膜剥离。当高南在学会上报告他的突破时，一开始没多少人相信，直到越来越多眼科医生按他的方式治愈了原本无法挽救的失明病例。此后，眼科医学迅速发展，各种改良的网膜复位手术相继问世，从冷冻治疗到雷射光凝，从巩膜扣压到玻璃体手术，人类终于掌握了一系列武器，可以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把脱落的视网膜贴回去。现代统计显示，只要及时治疗，约90%以上的网膜脱离患者在第一次手术后，视网膜就能成功复位。换句话说，与其说是我们医好了网膜脱离，不如说是我们学会了抢在失明前把那个洞给补上。说了这么多，你可能会问，究竟是哪些人容易摊上这种麻烦？毕竟，如果能预先知道自己是不是高危族群，我们就能更加提防。
总的来说，有以下几类情况的人，玻璃体变性和视网膜裂孔剥离的风险特别高。中老年族群随着年龄增长，玻璃体液化后脱离几乎是每个人都会面临的生理变化，只是发生时间早晚的差别而已。一般来说，50-60岁以上的人相当常见玻璃体后脱离，到了70多岁，大多数人的玻璃体都已经或即将脱离。也就是说，只要活得够久，几乎人人都会遇到飞蚊和玻璃体脱离的情况。因此，中老年人出现飞蚊症状，千万不可掉以轻心，要特别注意有无异常变化。高度近视者，这可能是年轻人里面最需要注意的一群了。高度近视的眼球因为前后径比常人长，眼球被拉大，视网膜相对变得又大又薄，而且眼轴拉长，使玻璃体与视网膜之间容易产生间隙褐变性，提早发生后脱离。统计数据显示，一般人一生中罹患视网膜剥离的概率大约是1/300，而高度近视患者居然高达1/20。换算一下，就是一般人当中大约每300人会有1人得视网膜剥离，但在高度近视族群中，每20人就可能有1人风险提升了10几倍。随着现代人近视越来越普遍，视网膜剥离的患者年龄也有年轻化的趋势。在某些地区的统计，高度近视者大约占了所有网膜脱离病例的20%到30%。因此，如果你本身是高度近视，特别是轴长拉得很长的那种超高度近视，一定要更加留意眼睛的飞蚊、闪光等任何风吹草动，定期找眼科医生检查眼底。哪怕平时没有症状，每年或每半年做一次眼底检查，及早发现可能的隐患。例如视网膜周边的格子样变性或小裂孔，医生都能提前用雷射做预防处理，避免将来酿成大祸。眼部曾动过手术者，做过白内障手术的人，有时玻璃体会因为晶体摘除后失去部分支撑而提早脱离。另外，曾经做过视网膜剥离治疗的人，另一只眼将来发生问题的风险也会提高。因此，这些人需要特别警惕。曾遭受眼外伤者，生活中眼睛遭受严重撞击，钝伤可能会加速玻璃体与视网膜的分离，甚至直接震出裂孔。典型例子例如拳击选手、高速球类运动没有做好防护的人，都可能因外伤导致网膜脱离。过去有不少拳击手因视网膜剥离而被迫终止职业生涯。当然，并不是说日常活动就会轻易打脱视网膜，但剧烈的撞击确实是个危险因素，所以有高度近视的人也应尽量避免进行跳水、蹦极、过山车这类瞬间冲击力大的娱乐项目，以及注意保护眼球不要受伤。家族遗传和体质因素，如果你的直系亲属有发生过视网膜剥离，那你本人的风险也比常人略高，可能遗传了较脆弱的视网膜结构。另外，像马凡氏症候群、Ehlers-Danlos 等结缔组织疾病患者，因为全身结缔组织的先天脆弱，眼球也比较容易出现视网膜变性和脱离。他们往往年纪轻轻就得高度近视，甚至20几岁就可能发生网膜剥离，需要格外当心。以上这些高危族群，平时就应该防患于未然。如何保护眼睛，避免视网膜病变？其实我们已经暗暗说了几点，预防或减缓近视加深。尤其在幼年发育期，户外活动、控制 3C 产品使用等，尽量别让轴长过度增长，定期进行眼底检查，尤其是高度近视者、中老年人，避免让眼睛受到剧烈外伤等等。一旦出现疑似症状，如单眼突然的新飞蚊、新闪光，或视野遮挡、缺损，一定尽早去找眼科医生检查，哪怕疫情封城，哪怕半夜3更，都别拖。因为视网膜脱落的治疗效果跟时间真的是赛跑，脱落的时间越短，手术越早介入，视力恢复得越完整，拖得越久，视网膜细胞坏死越多。即使之后补好了，也无法让死去的细胞复活，视力就会永久受损。更极端的，如果脱落后不治疗，最终的结局几乎必然是永久失明，而且眼球还可能因为长期脱离产生并发症，例如增殖性玻璃体视网膜病变，导致眼球萎缩等。到那时想治都来不及了。聊到这里，我们已经把这位幕后元凶玻璃体变性脱离的一举一动看得清清楚楚。总结一下，
随着年龄增长或高度近视等因素，眼球内的玻璃体逐渐液化收缩，最终从视网膜上剥离。在这个过程中，它让我们看见了恼人的飞蚊症和神秘的光闪。绝大多数飞蚊症是无害的，但在有些情况下，玻璃体的牵拉力度过大，把视网膜撕出了一个裂孔，进而导致视网膜剥离。如果说视网膜是我们眼睛里珍贵的壁画，那玻璃体退化就像是一场墙壁内部渗出的灾难。8%的视网膜病变案例都与这场灾难有关，特别是视网膜裂孔性剥离最为常见，而剩下那2成不到的视网膜问题多半是其他机制引起的，例如糖尿病视网膜病变、长期血糖高损伤微血管，造成视网膜出血，增生膜拉扯也能引起牵引性剥离，或者高度近视黄斑病变，眼球变形导致黄斑区退化，又或者老年黄斑部病变，主要累及视网膜中心区的一种退化等等。这些疾病机制不同，但也可能伴随飞蚊等症状，不过它们另有话题，我们暂且不展开。就整体而言，在会让人失明的急性视网膜疾病中，由玻璃体脱离导致的视网膜裂孔剥离是最主要的类型。幸运的是，现在我们已经了解这个元凶的来龙去脉，并拥有多种方法对付它。从雷射补洞到各种手术，我们可以说，绝大部分由玻璃体引起的视网膜灾难是可以被阻止或挽救的，前提是你得先发现问题的苗头。飞蚊症本身无法预防，因为人终将老去，玻璃体终将退化。我们没有人能永保胶原蛋白满满的玻璃体，但是我们可以预防的是小问题酿成大灾难。只要平时保持警觉与定期检查，一旦出现危险信号，及时介入治疗，就能把视网膜稳稳地保护在它该在的位置上。换句话说，飞蚊症可以陪你一辈子，但它只要不恶化成视网膜裂孔，你的视力就依然有保障。最后再次强调给所有观众，如果你出现了突然的飞蚊数量剧增或莫名散光，一定要尽快就医检查，千万不要心存侥幸，更不要自行上网查一些偏方土法拖延时间。一眼失明的代价太高昂，而早期治疗往往相对简单有效。还有高度近视的朋友，家族有视网膜病变史的朋友，更应该定期造访眼科，未雨绸缪。当你下次再看到几只小黑影在眼前飘舞时，不用过度恐慌，那多半只是岁月在你眼中留下的几分痕迹。但同时也请你谨记，我们今天揭露的这个元凶就在你的眼睛里虎视眈眈，8成的视网膜病变都与它有关。但只要我们提高警觉，善加防范，就能化解它的大部分威胁，让我们的双眼继续带我们看遍世界的美好。眼睛是灵魂之窗，而守护这窗景的重任其实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中。希望今天的深入讲解能让你对飞蚊症和视网膜剥离有更全面的了解。当危机来临时，你就不会茫然失措，而是知道该如何保护自己的视力。记住，一旦发现异样，迅速求助专业是最明智的选择。让我们共同守护好这宝贵的光明之窗。眼前的小黑影或许挥之不去，但只要视网膜安然无恙，我们依然拥有光明与希望。祝愿大家都有明亮健康的双眼，看尽人生风景。